我是个丧偶的，单身了10几年了。经过朋友介绍呢，认识了老梁。认识以后，我们俩就到一起去了。原先呢，他就是说，我们磨合一段时间就可以登记结婚。生活了1年半，然后我就说你不登记结婚，这样不行。他就说我这个孩子都不同意，怕你分家产。儿子的反对吧，这个再加上啊，我们俩这个有点小矛盾，所以是09年的12月份呢就分手了。这个分手以后啊，反正是因为我们俩生活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吧，有一定的感情。我还想是挽回。我觉得我们之间无法和好，他这么对待我，特伤我心。1年半的情感经历，女方已经离开了男方，但是男方愿意用自己的真心换回她。今天他能成功吗？来，有请2位。男主人公梁世宝，62岁，北京会计师，年收入10万元。有请。女主人公王诗韵，54岁，辽宁自由职业，年收入1万。来，有请。梁先生好。你好，主持人。喂，姐好。主持人你好。交往了1年半，小片里说就是因为没有给一个婚姻的承诺，您就走了。说您付出了很多是吧？对。帮他生病的孩子也恢复了。对。那怎么舍得走呢？付出了那么多。因为我们之间呢，我发现没有共同语言，没有共同爱好。这是其一，还不是主要的。可是我在这个家可以说，刚认识他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一个月额外收入就1万2，加工资还4000多，然后有车有房。您要是到这个家，就是享福，学开车，每天就玩就行了。然后我初次来到这个家中，首先看到是一个看上去20多岁一个男孩子，跟他做饭吃饭，吃饭的经过，我就发现这个孩子说话口吃，问他几岁，是吧？再问他多大，这个我发现这个孩子智商有问题，因为我是从事医务工作的，考虑是抑郁症，然后记忆力衰退，然后可能就是不超过几天吧。大儿子要结婚，回来要钱，跟父亲也吵了一架。我的父亲进屋躺着，就说：“我这个人活着干什么？不如死了得了。”就搁那捶胸砸背的。哎呦，那时候我看这个家，简直就是一个父亲要自杀，小儿子有病，大儿子要钱，然后他跟我说了实话，还有10多万的外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是非常想退出这个家。后来为什么没走？当时啊，我和他初次见面，他也这么说：“你到这个家，我看你是个很善良的人，到这个家我就把工资交给你，然后咱们登记结婚，你就来主持这个家。”我一种同情心，另外呢，他对我的信任感动了我。那他实际做了没有呢？梁叔，您实际做了没有呢？为什么1年半还不领结婚证啊？承诺好吗？这情况我说一下，为什么没领结婚证？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呀，孩子们呢不同意。特想知道，就是阿姨到您家那1年半，您家是不是确实有变化？我觉得是确实有变化。第一，我不吸烟了，现在我都戒了，彻底的戒了。第二，我的这个什么呀，也干净了，是吧？第三的话呢，我孩子的病，我的病你都好了。他赶紧娶呗，没有独立住房啊，是吧？另一方面呢，孩子的话，你觉得呢？就是呢，孩子们不是反对我找老伴儿，而是什么呢？就是觉得呢，
我爸挺不容易啊，这一辈子呢，他妈25年糖尿病，20多年没上班，一直伺候他，这家里里里外外，全是我，是吧？就感觉应该找一个好一点的、合适点的。开始的挺好，后来的话呢，就情况就不一样了。他就是老想出去挣钱。为什么挣钱呢？这里头也有个原因。他有一个儿子也在北京上班，是吧？他们是从东北那边过来的。他想带儿子，他又想在北京安家买房，又要给儿子找对象。你说我这点钱，现在年收入500万、300万差不多了，我是达不到。后来呢，他就什么呢？到1年半的时候呢，他是要去走。他走的时候并没说给我分开，他走的时候是这样说的：他说我儿子原来一个人住一个房，现在我想跟我儿子带一块儿去，我也就是帮他料理。这样的话呢，我推出他也赶紧不成个家什么的。最后一句话说：你需要我呢，是不是？你给我领结婚证，我还可以回来。那你说我能不让他走吗？其实不是说要走，而是我必须得走。其实生活在1年半吧，我感觉就是在那个泥潭里，我把这个家从泥潭里拉出来之后，我已经进入泥潭，整个身心疲惫。我儿子13岁就没有父亲了。为了我的儿子，我不能再婚，我把他培养成了之后呢，儿子就这么说：妈，你赶紧找一个伴儿吧，这些年我把你捆绑的已经不像个样子了，你这些年太不容易了，只要你找一个爱你的人，不要管我，我会自立的，什么房子钱你都不要看，就要找一个真爱。那您觉得大叔是爱您的吗？应该是口头的吧。大叔爱吗？我不是口头的干啊，我也是出自真心的干。出自真心的爱的话呢，我也是这个觉得他就挺可怜的，是吧？您觉得他很可怜？挺什么？儿子不同意那都是小事儿，儿子能管得了老子吗？再说我大姐的话呢，还可以给儿子做工作，是不是？问题是后来的话呢，这情况就不一样了。后来怎么了？后来就是快要走的时间呢，他就是怎么着？睡觉一上课一床睡觉，就是他扭着锅也不脱衣裳。我说你得脱衣裳啊，拿钱来。好要钱，要钱啊？哎，要钱，给钱就脱衣裳。你说这叫什么？后来就说我伺候够了你了，1年半了，是吧？1年多了，是吧？找保姆还1000多了。我说咱们这是保姆关系吗？那保姆能跟那个被包的那个上床吗？是不是？哎呀，真逗！说这话我有点不好听。是挺逗的，其实吧，我这个所以后来这关系就是越来越什么了。其实吧，但是越来越什么呢？从我内心来说呢，我没跟他吵，也没跟他闹。我这人，咱们阿姨说啊，我讲几个例子啊，就是说他这个家呀。这个做这一道菜，要是比较好的，只有他儿子吃，我们俩吃剩菜。然后就这一盘排骨，我刚到他家不2天，做了一盘排骨，拿了一个排骨咬了半截，那截非得让我吃，我不喜欢吃别人咬过的东西，有的时候就很可笑的那种。哎，现在不是，所以说我们就是没有共同语言，没法沟通。但是呢，为什么我又能坚持了1年半？我曾经啊，非常。就是说15年我的那个单身生活，领着孩子，我非常羡慕那些，尤其是中老年在一起牵手，在一起走路，在一起逛公园，在一起买菜的时候，那时候我非常希望我也能够像别人一样互相牵手在一起。所以说我就想非常珍惜第2次婚姻，我不是为了钱，二婚就不能够有真心吧？您是觉得大叔不够真心是吗？对。那这么说吧，最重要的，我还非得要说这件事。不几个月，他就把旧情人领到家里头来了。这些事儿啊，根本没这事儿。他是什么呢？你不要讲这些了，因为你晚上都已经跟我承认这件事情了。你说我们俩就是好前，咱们一个一个说。阿姨先说啊，然后梁叔说啊，就是不用解释那些了，因为你都已经晚上跟我承认了。咱听阿姨说完啊。好，不说了，这。
没意思。现场风云突变，梁世宝为何突然离场？他与王诗韵之间又有怎样的矛盾？又该如何化解呢？算，不说了，这没意思。因为你都已经跟我承认了，是我跟你姐姐说了之后，然后你姐姐把你说了，然后你就再不承认这个事情。那到底是老相好，就是曾经人家是恋人，然后后来不在一起了，还是说在跟您交往期间还同时跟另外一个人交往？咱们得把这事儿弄清楚啊。没什么交往，那个女的有家，她跟我说她有家，就是喜欢他。哎，大叔也走了，我们等一等啊，编导还在劝。您反正是不想那个的是吧？就是您是不想再跟他过了对吧？喝点水让。你想和这个人能在一起过吗？要你能跟他过不？据我所知，好像现在追求您的人也很多哈。梁叔现在排第4位，好像说第1位是一个开奥迪的教授是吧？第2位说见到您就送了一个那个大的那个玉手镯。是吧？对。第3位呢？我不想说这么多了啊。所以是不是现在看梁叔都就不行了？不是那个，因为我们俩的分手已经就是说已经就是分开了，但是我这个人呢，我就希望不和别人结怨。啊，您今天是来了怨的？人可以负我，我不可以负人。那您今天来干嘛？今天就是要给大伙看看，二婚也有真情在。您不是还没2婚呢吗？我跟他在磨合的时候，我都整个都付出了，我在改变他，在温暖他，在用真情改。梁叔平静了是吧？来，梁叔有请。所以我就让世人看，人间还是有真情的。梁叔，刚才怎么那么激动啊？梁叔，我觉得说这些没意思，没意思是吧？我这么大岁数了，我60多了，我还那个事儿啊？行，是不是？那没那个事儿。那咱们这样哈，来下一个环节，丘比特问卷。老小孩哈，3位老师怎么看他们？来，年轻人之间的爱情讲究的是情投意合，老年人或者2婚的爱情更多的是志同道合。志同道合的意思就是要有相同的志向，互相信任，实实在在的爱情。但这2位不一样，男方看重女方的是外表，女方看重男方的是经济，所以他们俩在一起越相处就觉得越亏。女方就认为，你要是没有什么经济好条件的话，有那么人追我，我干嘛跟你在一起啊？结果越相处觉得对方越吝啬，他就觉得越亏得慌。而男方呢，辛辛苦苦是吧？一个卧病在床的妻子，原来还有一个这个有问题的儿子啊，精神上有问题的儿子。然后呢，他总希望能够在晚年获得一份幸福的爱情，找到一个素质条件好的、外表好的。但发现一找来了之后呢，发现还挺难对付啊。所以呢，在别的方面，在亲戚的怂恿之下，又防备对方，所以2人不能交心嘛，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但是我相信2人都曾经努力过。我反对。大姐为什么反对？因为你说我奔经济，我从来没看重经济。我没有说你完全看重经济，但是你肯定有很大程度上是看重经济。当然他都没有生活来源，我不会养他。你看重经济是很正常的呀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但他必须得有经济，他自己都不能养活自己，我绝对不带找的。可是我看重的不是经济，而是人品。那我再问一下女方，如果这位老爷子他是个工人，他退休工资可能1000不到，你还会选择他吗？他人品很好，很端正，你会选择他吗？如果他就是道德品质好，志同道合，收入非常低，几百块钱，你会选择他吗？能，志同道合，我们俩可以共同去创建未来。那我想问一下你，刚才你们俩在对话的过程当中，2个人都用非常鄙夷的眼光看着对方，说了一句话：“我是可怜你。”2人都这么说的，那什么意思？可怜什么呀？因为他先说这个家庭这条件这么好，那我现在想真实的问一下你，你可怜他什么？他可怜你什么？你先回答。我到这个家，因为他要自杀去，他说他活够了，他这个儿子那样事儿的。啊，你就说这方面你怜悯他是吗？对。那我想问一下老爷子，你说你可怜他，你可怜他什么？我可怜他，这丈夫死得早，儿子，2人现在在北京买个房，成个家多不容易啊！其实综合上述，你们俩都可怜。是啊。你们俩都在晚年都没有对方，然后彼此相遇了，那就更应该付出倍加的努力。你们俩都不幸福，都可怜，不要可怜对方，自己都可怜。
黄昏恋我从来不看好，因为我身边这种比较多。黄昏恋应该是一个挺美好的事情，但是这只是理论上讲。你跟你原来的老伴磨合一辈子了，你跟你的原来老伴也磨合一辈子了，那有的时候还吵架呢。你两个陌生的人突然搬到一起，你甭说，我跟你说睡觉那打呼噜你都受不了。这是很现实的事儿。另外就财产，三位老师是不是都不太看好？实际上我不看好。大叔，还坚持诚意打动阿姨吗？给你们分析了那么多。我现在表白我的态，我非常同意，是吧？就是这么回事啊，是不是？实际上我是情况什么呀？我现在就是没有独立住房，哎，是不是？你情况不成熟，不是？关于找老伴问题，靠后，以后找老伴要慎重考虑。怎么？我直到现在我也没再找，人家再给我找，我说别说了啊，我经济上还可以，1万多，您是吧？身体倍儿棒，什么毛病没有，是吧？梁叔。就是没独立住房，得了，算了，是吧？别找了，是不是被伤了心了？伤了心了，上头了，够了，不找了哈，不找了。下面咱还进行吗？别进行了，就算了吧，就拜拜了，对吧？拜拜了，阿姨看呢？拜拜了，还说，反正是还是这句话，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忙的，究竟我们有1年半的交情了，不是感情啊，是交情，是吧？我义不容辞的。您今儿是彻底被伤了心了，是吧？哎，对，确实伤了心了。我这个马上，我儿子那个经济水平要下来，将来有了房子了，儿子也结了婚了，我再找还成问题吗？找不成问题了。再回头去找阿姨是吧？2年以后。我不一定。我已经等了15年，我不会再等2年。有爱我的我会找的，也可能现在就有在。追我的，咱们不说了，他不看我穷，也不看我带儿子，就绷着吧，都绷着吧，都绷着。谁都在那儿。大叔其实把面子放下来，你需不需要阿姨？你不需要，你站这儿来干嘛？阿姨，你心里一点大叔都没有，你今天跑来干嘛？我需要，现在领不了结婚证啊！现在马上让我领结婚证领不了啊！我现在我还说嘛，才不说呢，我有10来万的，10来万的那个什么嘛，那个债吧，10万的债上吧。我儿子买那个房月供，每月供2000是我拿啊，我1年都已经能还上，那10万多万块钱不成问题，是不是？哎，好嘛，阿姨，就是心里话已经出来了哈，就是我这话不该我说，这话不该我说，没说，你说心里话不行吗？老头子。心里话我们都听明白了，来亲友团的给说说吧。旁观者清。这位是？我是王诗韵的姐姐。我第一次见到老梁的时候，我心里头就咯噔一颤。哎呀，我说妹妹，我说你是有病啊，你还脑袋进水了。他家的那个条件，我说你怎么能看中他呀？但是呢。我的妹妹是这么说的，说姐呀，我15年了，这15年我没有家，没有人疼我。我认得老梁，他长得这个面目并不惊人，但是他能让我感动。我说你感动什么呢？他说的，他对他这个病夫人呐，25年糖尿病，他还伴着精神多少有一点分裂呀，所以在那种生活当中，他能坚持20多年，他对他那么好，那我呢？那他应该对的我是掌上明珠。我到他家，我依在他的怀里，我得多幸福啊！我为了有个依靠，所以的话，我就是不是脑袋印儿，也不是脑袋进水了，我也不是精神病，所以呢我就跟他俩结合了。但是呢，短短的时间叫我听到这个事儿，我呢就把他骂了。骂了以后，我不但是说这个痛心，我说不出来。所以您的意思是说，让您妹妹赶紧离开老梁，是吧？分手。好，谢谢。最后的机会，现在给您一个选择的权利，也给阿姨一个选择的权利。每个人还有最后60秒的时间，如果你们愿意说对对方表白，那我们进入黄金60秒。如果你们2位都不愿意说，我们现在已经有态度了，已经都决定了，我们不想说心里话了，我们就是这些气话，那我想我们就可以到这儿结束。要进入下一个环节吗？梁叔你选。不需要。好，阿姨呢？有话说吗？有话。王诗韵究竟想对梁世宝说些什么？而梁世宝又要做出怎样的惊人举动？
心里还有阿姨吗？咱说真话。我心里有她，挺想她的，有的时候真想她。哎呦，你就说我真想她，我有她不就完了吗？要进入下一个环节吗？梁叔，你选。不需要。好，阿姨呢？有话说吗？有话。来，黄金60秒。阿姨说吧。老梁，我觉得我们这一段感情是一种错爱，因为我们不志同道合。另外，我最伤心的就是你和那个女人接触之后，我说二婚也要珍惜，别说得到不珍惜，失去方可贵。你说一个二婚无所谓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好，梁叔。我说就是分手吧，这么下去也没什么好处，是吧？他现在年轻还可以找，是不是？我这找不着无所谓，我有4000多块钱退休费，哪个养老院不要我呀？是吧？没事儿。梁叔，心里还有阿姨吗？咱说真话。我心里有她，挺想她的，有的时候真想她。哎呦，你就说我真想她，我有她不就完了吗？你干嘛不说呀？我给你那60秒的时间，就想让你说这话，你就不能说吗？想的这大不大？我才说，我再想，我成了抑郁症，麻烦了。那是不是？你以前的老伴是走了是吧？已经走了吗？走了。好，那我再问一下你，如果你再婚的话，100年之后你会跟谁葬在一起？我当然跟我老伴儿葬在一起，跟原来的老伴葬在一起。对呀，再婚的不葬在一起。我老伴儿现在的墓我都给他刻好了。我老伴儿死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买多少钱的骨灰盒吗？18000块钱的骨灰盒。我特别重视我们从来没吵过架，是不是？那你再婚干什么呢？你连长眠于地下都不愿意跟他再婚的话，这个有这么个说辞。如果要是第3者的话，你第2次婚的话，你愿意跟我在一块儿呢？就是咱们说往后的事儿，再不愿意的话，他可以回到他头一个。行了，梁叔上去。那咱们下面我觉得背我都刻好了，这边是我的名，那边是他的名。行了，梁叔，不吉利吧？梁叔，不吉利也得吉利。梁叔，你从内心里面就看清了二婚，看清了二婚的对象。其实他也看清了自己下一段感情。那咱们今天就这样，什么选门啊，咱都不用了，对不对？态度都有了。那您请回吧。请回吧，走吧。阿姨也谢谢您，请回吧。谢谢啊。2位追求美好黄昏恋的老人，就在争吵声中离开了现场，带给了我们深深的思考。